建民，周局，您请坐。怎么样？最近工作还顺心吗？挺好的。组织上让我分管内勤，其实挺适合。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。您说。就是英伟啊，缴获了一包毒品，他送到了技侦科，然后呢，他怀疑那包毒品啊，有人调包了。调包毒品啊？他虽然没有明说，但是他肯定怀疑那包毒品跟蓝魔有关。周局，那调包毒品这事儿您怎么看？哎呀，英伟这个人你是了解的，我也相信他的判断。既然他怀疑了，那就要查一下。但是周局啊，英伟已经不是禁毒队长了，毒品的事儿能不能别让他碰了？建民，你什么意思？您看周局啊，英伟刚刚从那么危险的禁毒第一线回来，让人过2天安生日子吧。您是不知道，周局，我们这帮搞禁毒的，能在边境全身而退回到平陵，那真是捡了一条命。因为他不惜命，咱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往火坑里跳啊。远的不说，周局，咱们就说3个月之前那场战斗，子乔牺牲了，我在床上昏迷了2个多月。我能醒过来，真的是阎王爷那会儿不打算收我。因为带队遭遇伏击，队员死的死，伤的伤，这事儿对他打击非常大。我就希望他能尽快的走出来。您再默许他去查毒品，他肯定会越陷越深。毕竟是个女人嘛。建明，我们当警察是为了什么呀？是，你的意思我明白，也理解。因为啊，可能是有点敏感了，一碰到毒品，就马上会联想到蓝魔。不过，要万一真是蓝魔呢？我们就坐视不管。即便不是蓝魔，是普通毒品的话，我们就该听真人之骂。如果局里真的有人敢调包毒品，能不查吗？建明，你是分管内勤的，又刚调来，做事情不会有什么顾虑。这件事情啊，交给你最合适了。周局，您说的没错，我主管内勤，这本来就是我。啊！你小的时候，我把那包子馅抠出来嚼碎喂你，我也没见你嫌弃过。你好恶心，你别说。行，别笑了，别笑了啊！有新发现了。怎么了？咱们一开始呢，对这个白如珍家的勘查呢，认定了白如珍家的卧室是案发现场。马一俊杀害了白如珍之后呢，将尸体拖向了别的地方，
这是最合乎逻辑的推论，毕竟监控视频里边只有马玉俊和白如珍。但是刚才我上他们家那小区又转了一圈，发现他们家那楼啊有监控死角。有监控死角很正常，是很正常。但是白如珍家那栋楼有个楼梯间，楼梯间通往楼后有一个后门，那个门长期不上锁，谁都可以轻易进出。进入楼梯间之后呢，可以通向任意的楼层。楼梯间内没有监控视频。也就是说，凶手可以在不被监控视频拍到的情况下，自由进出白如珍家。没错。唉，本来以为一抓到马一俊，这案子就算是结了，现在看来没那么简单。文飞，你再带我去一趟现场吧。可以，我想把马一俊也带着。我也去，我也去。那先通知冯一一起去。哎，冯一就别叫了吧。怎么了？还有避嫌啊？不是，我是绝对相信冯一的。冯一比我们都更了解他的嫂白如珍，相信他去的话会发现更多细节。但是冯一去的话，难免会勾起一些伤心回忆啊。你太小看他。行，我带马一俊去。太对，哎，是这儿吧？对，就是这儿。行了，好好想想，该说什么的赶紧说，说实话啊！敢有一句假话，我就自动默认你所有的话都是假话，后果你应该清楚。哎，一定，警察同志，我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啊！别废话了，知道什么赶紧说。就是那天我按照约定8点来这儿取钱。儿珍，儿珍。我拿着钥匙开门就进去了，后来发现家里没人。我在那个沙发旁边呢，发现一大黑的塑料袋，那里面装的全是钱。桌子上呢，还放了一包货。哇，这，哇，你好好给我回忆一下，当天晚上你吸了多久？这前后也就半小时吧。哎，主要是那货呀太高级了，不知羞耻。仔细说，还有什么细节？细节。当时我刚来的时候啊，这桌子上放了一个红酒瓶儿，还有一个红酒杯，然后还有一地的碎玻璃杯子、碴子，然后就没有什么了。之前那勘查记录上我怎么没见过？你确定有这些东西？确定，确定。地下还有一地的碎玻璃碴子。对对。之前我审你的时候怎么不说呀？哦，之前不是忘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，我拿着钱就走了。冯毅，以你嫂子现在的经济情况，一下子能拿出100万来吗？我不清楚。嫂子，不是这白如珍还有个当警察的小姑子了？我看。罗姐，没错，她说的跟监控视频上的时间对得上。对，都能对得上，都能对得上。你耳朵挺尖呀。听觉灵敏，听觉灵敏。你听觉那么灵敏，案发当晚你在这儿就没听着点什么动静？没有。哼，你都吸嗨了，什么声音你听得见啊？哎，那您就是外行了。我告诉你啊，那个这。哎，文飞，你带着他们再重新搜查一遍这个屋子吧。就你手底下那几个糙老爷们儿，不定漏多少线索。我看着他。给我老实点啊！欧阳，咱们看这个。哎，专业点啊！警校老师怎么教你？这哪是客房呀？
冯毅，没想到你嫂子是金玉其外啊。哎，你来的时候门是关着的吗？关着的。说说吧，你那货。那货真的非常好，真的从来没吸过那么好的货。你就没想过那个吸光了可怎么办呀？买呗，挺贵的吧？我还没买过呢。不过那贵也没办法呀，那贵也得买呀，是不是？不是那个全同志，那个我说错话了，那我以后出去一定好好做人啊。少跟我来这套，去哪儿能搞到这个货？我打听过，好像南城的老六那儿卖。老六，去哪儿能找到老六？吓我一跳！哎，走，哎，来，妹妹，看哥给你带啥了啊？啥呀？坐。哎，富士山，哥，这富士山太漂亮了，喜欢吗？喜欢。奇梦音乐酒吧，奇梦音乐酒吧，对，就在南边城中村的外围。哎，警察同志，您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！那你继续说。啊，这奇梦里啊，全是老六的人。周一到周五，老六都会在固定时间去收钱。但据说啊，如果在固定时间老六没有去，这奇梦里不管有多少货，他的手下都会通通给销毁了。够谨慎的呀，固定时间做生意。那周末呢？周末就没地儿找他了。这种蓝色的毒品，老六那儿卖多久了？卖多久我还真不太清楚。那别的地方呢？别的地儿哪还有啊？我跟你说啊，这老六的货绝对是平陵最好的货。贾同志，你看你这聊了半天毒品，把我这毒瘾都勾起来了。您看他们也不在，能不能给我来一点啊？贾同志，跟我要毒品啊？你还头一个。罗姐，哥，你们过来一下。我带着。欧阳，怎么了？你们看这个，我发现呢。这不就一根头发吗？你大惊小怪什么呀？在哪儿发现的？在床底下。那你们再看看这个呢？你们看到这薄薄的灰尘有拖拽的痕迹了吗？说明有东西藏在底下。这就是你的人搜查的现场啊！哎，这帮吃货呀，肯定是把那卧室当成案发现场了，其他地儿就没仔细检查过。我说了他们多少次了？行了，是人都会犯疏忽嘛，但是基本可以判定这是藏尸现场了。把马英俊叫过来吧。我问问你啊，这屋子你进来过吗？啊，这屋子我好像从来都没进来过。你小子在这儿住这么长时间，没进过这间屋，你骗谁呢？哎，不是真的，警察同志，这间屋子原来是保姆住的，那后来没钱请保姆了，就堆杂物当储物间了。这平时连门都很少开。案发当晚，你发现白如珍没在屋里，就没想着来这间屋子找找看？哎呀，没有，警察同志，您说他把毒品给我准备好了啊，钱也准备好，那我还找他干嘛呀？我巴不得一年才见他一次呢。这样，蹲好了啊！哦。喂，小刘，赶紧给我叫痕检员到白如珍的案发现场来啊！什么验什么呀？你说验什么？
我这都找着藏尸地点了，我回去再收拾你们。红衣，没事吧？冯玉，这里好闷啊，走，咱俩出去透透气去。走走走。这马玉俊没进来啊，算他命大，不然多少个脑袋也不够开的。你的意思是？你去把这个。头，你笑什么笑？还有脸笑呢你？说多少次了？一天到晚粗心大意的，今天要不是文心发现这个，你捅大娄子，你知不知道？头儿，我们也连轴转了好几天了，难免疏忽。连轴转几天了？转几天你能给我犯这样的错误？真想揍你！赶紧把马玉俊给我带回去。文飞，你发现那个没有监控的楼道在哪儿？带我去看一眼。啊，走，在这边。冯一，罗姐，你看就这儿。现在这个高层小区的楼梯间呀，基本都用作消防通道，平时没什么人使用。这个楼梯间每一层我也都检查过了，也没有监控。那凶手就可以扛着白如珍的尸体从楼梯上走下去啊？这个凶手这么谨慎，不会贸然扛着尸体下楼。啊，楼姐，这个烟灰缸啊，我早就发现了，应该是这居民楼里边谁没事的时候在这儿抽烟留下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么谨慎的凶手，他不会不考虑到这一点。洛阳刚才说的，他扛着尸体下楼，应该不成立。不至于吧？他要是扛着尸体跑快一点，每个楼梯间只隔30秒，他也不会这么寸能赶上有人在这儿抽烟吧？再者说了，他不一定能看见这个烟缸，也不会知道有人在这儿抽烟的吧？对啊，这个凶手可远比你想象的要聪明得多。他能想到万无一失的运尸方法，就一定不止一次来这里摸爬过。像烟灰缸这种细节，他是不会疏漏的。还有一种可能，如果凶手把尸体装在一个袋子里边扛下去，应该也不会那么轻易被人发现。他再乔装打扮一下，就算有人能注意到，也不一定能想到那袋子里面就是尸体。不过什么？罗姐，你们上来看一眼。阿姨，我问你一下啊，7月8日晚上是你值班吗7月8号是我的班。怎么了，文心？我给你看，刚才我在看清洁阿姨在换垃圾袋，这个垃圾袋跟我们案发现场发现的是不是一样？哎呀，这些垃圾袋不都一样吗？大姐，您平时都是几点钟来收这种楼的垃圾的？我每天晚上10点从上往下收啊。您是说从上往下收是吧？那这些垃圾收完之后都送到哪儿去了呢？我从货梯把垃圾运到地下2层，晚上10点半有专门的垃圾车把垃圾拉走。罗姐，我进去试试。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你别看看就完了！我进去，要进我进去。尸体是女性。那大姐，您赶紧的拖一下试试，看看这个重量和您平时的重量一不一样。挺漂亮的小姑娘也不嫌脏。这重量啊，有啊，就头几天，就是7月8号那天，就这么沉，沉的我差点没拖动。快出来吧，红衣。红衣，出来吧。红衣，红衣，来。
你看。罗姐，要照这么说，凶手利用那清洁工把自己的尸体转移出这栋楼，不是没有可能。根据小文提供的鉴定报告，我们确定了客房这床底下就是藏尸地点。现在是这样啊，凶手在杀死白柔珍之后呢，肯定是想马上移尸的，但是在过程当中，马一俊到了白柔珍家，凶手发现屋里进了人之后，将白柔珍的尸体藏在了客房的床底下，自己也藏在了客房里。同时，在黑暗中，他拿起了放在桌上的水晶球，想当武器，以防马一俊突然进入客房。但马一俊并没进去。凶手在把水晶球放回原处的时候，不慎放反了。嫌疑排除了。罗姐，你这话说的不好听了。什么叫嫌疑呀？我本来就相信冯一跟这案子没关系的。冯一，以后你就能正式回来参与工作了。怎么了？罗姐，我先请个假。你不舒服吗？嗯。行吧，明天周五，连上周末休息3天，好好调整一下。谢谢罗姐。冯一，注意休息啊。哎，冯一，保持手机通畅。知道了，罗姐。行了，大家也都挺累的，今儿就甭加班了，下班吧。啊。哎，我也累了，终于可以不用加班，我要回家睡觉。哎，冯烨，难得下班这么早，咱俩一起吃饭呗？对不起，文心，我想回家了。别啊，我可以到你家做饭给你吃啊，我可是局里第一美厨娘。你又不顺路，不用送我了。我也不会开车，今天正好我们俩可以小酌几杯，怎么样？好，就这么说定了啊！等我换衣服。文心，等我。
枫叶，你家也太冷清了，一点都不温馨。看来以后我得经常来一来，给你增加一点人气儿。是吗？我一个人住习惯了。你在做什么呢？哇塞，没想到你刀工这么好啊！你这都是跟谁学的呀？我帮你吧。我还以为你这双手啊，除了转转魔方、敲敲键盘，就什么都不会了呢。没想到你切菜这么厉害。枫叶，你一个人吃饭会不会觉得很寂寞啊？反正我是不喜欢一个人吃饭的。我每次自己吃饭，我就觉得自己特别特别的可怜。以前我哥经常要打工，担心我自己在家肚子饿，就简单教了我几个菜。你知道吗？我做菜的味道跟我哥做的味道一模一样。文心，你能想象到吗？我小时候是特别调皮的孩子吗？有一次我去我哥工厂，非要在滚烫的锅炉旁边玩，一不小心差点摔倒，眼看着就要摔到锅炉上，是我哥挡住了我，但是我哥的手却贴到了滚烫的锅炉上，烫伤了。从小到大，只要我哥在我身旁，我就会觉得特别有安全感，好像遇到什么困难都会觉得没有关系。拍这张照片的时候，是我最幸福的时候。我哥刚从日本回来，我天天缠着我哥，缠着他送我上学，接我放学。我好像想让全世界都知道，我有那么好的一个哥哥。怎么了？听你说完，我觉得你哥真伟大。你再瞅瞅我家那个哥哥啊，从小到大就知道跟我打架，都快把我打死了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以前到了学校啊，我看到他在跟别人打架的时候，我就站到对方的身后，我摇旗呐喊追。王毅，你多笑笑，开心点儿。我哥也喜欢我笑，小时候每次出门，我几乎都不用带脚。我哥再累，都会背着我。有位勤劳善良的王后，每天都要做着针线活，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不停歇。一个冬日的傍晚，王后像往常一样坐在窗户旁缝制衣服。忽然，窗外下起了雪，而且越下越大，飘飘悠悠地飞进了窗户。哎，蔡队。哎，老杨，怎么就你一人啊？哎，队长，垃圾站那边有什么发现吗？嗨，有什么发现呀？这垃圾站呀，在郊区，附近5公里范围内的主路呢都没有监控视频，这小路上啊就更不可能有了。那垃圾站呢，晚上也没人值夜班，进去个人运个尸体，那是完全有可能的。你一点证据都找不到，这怎么办呀？队长，我查了一下，咱们在现场发现的垃圾袋经过雨水冲刷，可能找不到什么有效的证据了。那咱们提出的嫌疑人运尸体的方法就没有办法证明了呀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欧阳，你之前不是一直想来我们刑警队当刑警吗？看着了吧，刑警可不光只是打打杀杀，这很多时候啊，你得经得住挫败，知道吗？那之前
罗姐给我提出说有第三个人存在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有多挫败吗？本来我觉得吧，你说这所有证据都指向马一俊了，只要这小子招了，这案子就算是结了。后来我到这现场又重新侦查了一下，我觉得罗姐这种假设呀是完全有可能的。哎，所以说这刑侦呐，真是偷不得一点懒，只要你努力，肯定能发现线索。嗯。你这看什么呢？哦，我想着有人如果挪尸到马一俊的车里的话，也许会被监控拍到。可是我从交警队调来的录像发现，只有8号晚上马一俊驱车离开白如珍家小区和部分道路上的视频。马一俊家附近根本就没有监控视频，我连他车停在哪儿我都不知道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啊，一定得找到这垃圾袋儿跟垃圾站之间的联系，这是这案子一关键，知道吗？哎呀，行了，不早了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啊，好。你看你那黑眼圈。案子呀，不是1天2天就能破的。嗯啊，我走了。蔡哥再见。哎。你哥一个人拉扯你长大，也真是不容易啊。小时候，我哥总是对我讲，虽然父母去世的早，但是他一定要让我比别的孩子更幸福。别的孩子有的玩具，我一定有；别的孩子吃的零食，我也一样都不缺。回来，他总是在电话里说日本有多漂亮，日本的生活有多好。直到我哥从日本回来，我才知道他过得有多么辛苦。小姨。
哥，辛苦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不能原谅自己，因为我觉得我哥的死是我的责任。我哥活着的时候，一心为这个家操劳，从来没有好好生活过。我哥从日本回来的时候，我本来想告诉他我不想去什么高中，只要他留在我身边就行。可是没想到，他为了给我凑学费，出了车祸。小姨，小姨，醒醒！嫂子怎么了？赶紧穿衣服，你哥出事了。是个意外，你不能把意外归咎到自己身上的。不，全怪我。如果不是为了我，他不会匆匆的赶夜路。那年我正在中考，我哥为了我跑遍了市里。如果他没有死，那我一定不会那么孤单吧。佩佩，哟，嘿，文心，大半夜在这干嘛呀？吓唬谁啊？嗨，不是我路过。路过还是蹲点啊？你不是在交警队吗？不是路过，可真的是路过。是我那个是在交警队，那个交警队那边兄弟啊也顶不住了，所以我这不拿着监控视频，打算回局里看视频嘛。路过这个冯一家是住这儿是吧？所以我想上来看看他。走，你是不是喝酒了？冯一也喝了，你没管他吧？你怎么不敢光明正大的去关心他呢？不是这可以身份不合适吗？哎呦，还有包袱呢！这什么包袱呀？
就你这样啊，没机会接近他。婚仪到底怎么样了？今天在现场，我看他的情绪可不太好啊。要不然你以为我来干嘛的呀？你真以为我来喝酒的？我来开导他的。你放心吧，在我的开导下，他挺好的。我不放心，我还是去看看吧。哎，都睡了，你大半夜我们家女孩子在跑什么呀？那行吧，那我回局里了啊。你回去路上当心点儿。不是，你是蔡文新吗？啊，你关心我啊？你瞅你那德行，哎，变脸了。你回去吧，赶紧回去吧。我跟你说，你查不着我弄死你。哎，这才是我妹。走啊。也不问问我怎么回去，什么哥呀？至少他还天天都在你身边呀。瞅你那猴屁股，哥先送你回家吧。该下班了吧？走，请你吃晚饭去。你看我这哪有时间呀？我必须现在把所有精力都放在这个案子上。看守所那边有我盯着呢，虽然现在还没什么线索。你去忙你的吧，一会儿下班我随便吃点就行了。别呀，你这一忙起来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上饭了。老这么饥一顿饱一顿的，对身体不好。再说了，又不是年轻那会儿，对吧？你等我一下吧，我穿身衣服。想吃什么？一会儿别出声，仔细听。还以为你是要跟我出来吃大餐呢，原来就是买个汉堡。你陪我去趟这儿吗？启梦音乐酒吧，去这儿干什么？白如真案的案发现场发现那包毒品，应该就是在这儿买的。你是说那个卖毒品的老六的窝点就是这儿？英文，你真是没有一天能放下蓝墨。我怎么可能放下？好，我理解。谁心里还没有点放不下的东西？我也一样。哎，行了。这地儿有点远啊，我得开导航。别那么着急，老规矩。执行任务。这个老六心思缜密，恐怕外头有不少他的眼线。那咱俩比比，看谁能先发现。输了那个请客吃饭。路边看手机那个，那就是个等人的。那边扫地的才是。怎么证明？不信啊？那你把他引开，我进去。还真就不信了。六哥，右卫，六哥，
六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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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死啊！六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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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哥。因为叫增援吧。老六出事前，我看他跟你交代了2句，你就回去了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啊，六哥说有人打电话通知他，让我把店里那些毒品倒掉。他跟谁通的电话？我真不知道啊。你们那儿都贩卖什么样毒品？就市面上常见那几种。是吗？有没有特殊毒品？你想好了再说。你别有侥幸心理啊！我们的人还在清理现场，你等证据出来再承认就晚了。我认，警察同志，我都认。就我们那儿半个月前吧，来了一批新货，这六哥特意嘱咐我说，到货的时候先到那批，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说的那批。什么样的毒品？这是蓝色的，纯度特别高，价格也高些。那毒品哪来的？我真不知道啊。这个人专门负责给六哥送这种货，这量不大，但也不间断，这2、3天就出一批货送过来。这种毒品和别的毒品它都不一样，虽然是新货，可在我们那儿销量一下子就上去了。六哥他一直想多进一些货，可那人每次来就带那么点儿。那个送毒品的一直和老六单线联系是吗？不知道啊，他每次联系都是用那个加密号码。这六哥呀，通过整个平陵的地下网络都打听过，好像打听出来点什么了，但也没和我们说。哎呀，这我们私下里都觉得这太神秘了，在平陵卖毒还能有六哥打听不到的。这说实话，我们都准备在他下一次来送毒品的时候啊，给他来点硬的，但没想到这六哥……警察同志，我知道的真就这些了。这面事交给你了。老龙啊，我这儿抓到一个贩毒的，有自首立功情节，你们禁毒队派个人过来接手吧。嗯。哎，陆姐还没下来？罗姐，有什么发现吗？没有，都是普通的个人物品。哎，手机用完了？加密的号码是不是查不到服务来源？是的。行，那你去忙吧。好的。你这条命值多少钱？
把老六给做了，多少资金我都收不回来。这条命赔得起吗？让他们开枪。打呀！先给个解释吧。徐静，你能不能不要再给我捅娄子了？如果今天不是我想办法把老六给做了，你这现在已经被扫了，你知道吗？比起卖掉一些下脚料来回收成本，保住这个实验室不是更重要吗？基本的取舍你懂不懂？一句话提醒了我，说的有道理啊，是不是志强？不能为了几十万丢了大目标啊！不过咱们也得论一论，今天是谁盯着老六的？罗英伟吧？你不说话，我就知道我猜对了。我让你在平陵市局干什么？不就是让你盯着罗英伟吗？这事儿都做不到吗？我不能完全控制他的行动路线，顶多只能引导。引导？我是让你把他往正道上引，不然他真出了什么意外，那也是你引导错了方向。应该明白我说什么吧？我需要一些普通的病毒，给我染成蓝色就行。好点子，团长，志强，招呼着。好，可以了，里面请。您好，女士，请出示您的会员卡。哦，哎呀，忘带了。没关系，手机号码也可以。133-9161-8878。对不起，女士，您的手机号码不正确。不会吧？你是不是输错了？你再输一遍。133。哎，9。二套。哎，今天当班啊？哎，李总。来，有日子没来了。哎，您不用刷卡了。规矩。哎，谢谢。好，来，里面请。英伟，大早上起来跑得够远的。你这一大早跑这儿来干嘛？我昨天晚上通过线人找到了老六卖的特殊毒品。在哪儿？你看你着急了。我找到那些特殊毒品之后，连夜送到了局里。也巧了，小陈昨天晚上在局里值班，但是我去得急，没带蓝魔的成分报告，就让他化验了我带去的样本。结果呢？结果小陈跟我说，老六那儿卖的特殊毒品都是一样的货色，那个蓝色呀是人工染上去的，跟蓝魔就不是一回事儿。这个说法小陈也和我说过，马玉俊那毒品结果也是一样的。我也觉得奇怪，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对吧？可是人家小陈跟我说，在化学里好多东西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实际上千差万别。我这干了10几年的禁毒，倒让小陈给我上了一课。我分析是这样的：平陵的这帮毒贩早就知道了蓝魔的大名，
所以阿猫阿狗都出来模仿，造出来都是赝品。走吧，带你吃早饭去，上车。赶紧吃点东西，怎么还跟以前一样，一查你就顾不上吃饭？我只是觉得不知道该从哪个方向继续调查。如果老六那不是蓝魔的话，那线索就又全断了。因为你听我说，蓝魔没有再出现，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？我跟子乔击毙了蓝魔的制毒师，所有成品蓝魔液都在那场爆炸当中灰飞烟灭了，所以你有理由相信，蓝魔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，你就算是不相信我的能力，也应该相信子乔的能力吧。我知道，你自从回到平陵的那一刻起，就有了要查出线索的思路。但我得提醒你一点啊，你要查的是人，不是毒品。如果你要的只是查出蓝魔的话，那你应该去禁毒队，让禁毒队的兄弟配合，把他们查到过的每一种毒品拿出来跟蓝魔做对比。真的有必要吗？那这样，我可以把蓝魔的成分报告放在禁毒队一份，让他们只要找到了类似的毒品，马上向你汇报。但我还是建议你啊，不能这么主观，我们还是得站在事实和证据的立场上说话，对不对？算了，我们还是少让不相关的人知道吧。这就对了嘛。但你记住一点，我一直都在，我会陪着你查出真相。谢谢你，金明。来，多吃点。罗伊那边怎么样了？罗姐，我跟你说啊，冯玉这个人呢，平常就是把自己包裹得太紧了，心里压了很多事儿，也不会随便找人倾诉。所以我昨天呢，就跟他长谈了一番，还小酌了2杯，他还哭了呢。不过他倒是跟我说了不少心里话。我觉得他这2天休息休息，应该就很快能恢复到正常状态了。知道了，辛苦了。
哎，罗姐呢？哎，没查到啊，什么也没查到。哎呦喂，这垃圾站呢建在郊区，旁边也没监控视频，要去个人想从那儿运点东西出来啊，那你根本就没法查。我昨儿半夜又特意去了一趟，就那环境啊，那就是为了这违法犯罪而设计的。昨儿晚上洛阳给了我一份视频，我回去看了，8号晚上也没发现什么有可疑车辆跟踪过马一俊。好吧，你也别太逼自己了。我知道，你替冯一着急。哥，昨天妈打电话给我了，说你好几天都没回家了。哎呀，我还回什么家呀？我这2天我全睡在办公室。哎，对了，那个法医小王那边也有消息了啊，说那垃圾袋经过雨水冲刷之后，根本查不到什么。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的，什么都查不到，堂堂一个刑警队大队长，那出来撞死算了。有你这么跟你哥说话的吗？这孩子。行了，我走了啊，我在小刘那边看看。哎，哎，什么呢你？蔡队，罗姐，我刚从抛尸现场回来，我找到了。找到什么了？什么呀？这是？这是从抛尸现场找到的。对，你们说，在那种山沟里，怎么可能出现2维码？我怀疑这个就是粘在垃圾袋上的。之所以在抛尸现场没有发现，是因为尸体在抛下山崖的时候，这个粘在了山崖壁上。如果这个2维码能证明垃圾袋跟白柔珍家的楼有关系的话，那咱们关于运尸方式的推理就全对了。你赶紧扫扫呗。我扫过了，扫不出来，缺了一个。给冯一打电话，他肯定有办法。罗姐，的确是粘在垃圾袋上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，sorry。罗姐，关机了。啊？我不是让他24小时开机吗？会不会是手机没电了？你昨天晚上到底跟他聊了些什么？我没聊什么呀，就是聊了聊他小时候的事儿，还有他哥哥、他嫂子的事儿。是不是昨天晚上喝太多了，这会儿还没起来呀？你没事跟他喝什么酒啊你？不喝酒哪里吐真心话呀？找事儿一天到晚。罗姐，我去把小陈叫过来。算了算了，我去找他了。哎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你赶紧收拾一下自己去。哦，罗姐，如果这个2维码没用的话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你呀，以后不许再不打招呼去那么危险的地方了，快收拾。如果我哥那天没有出车祸，如果他没有死，定位文上市交警支队。我说你行不行啊？队长，我先查一下哈。查！你查什么查呀你？啊！我告诉你，有这时间，冯一都能给我写一修补程序了。队长，我得回去好好研究一下。这，赶紧走！本事你算了。
爸爸，小陈怎么样了？他说能修复吗？他说回去查一查。洛阳，水晶球里是什么东西？富士山啊。富士山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平岭市公安局的蔡文新，我想找您了解点情况。你好，请坐，请坐。我想了解一下7年前的一场车祸，在车祸里遇难的人姓名叫冯威，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？哎，今天是怎么了？都来问这个案子？还有谁啊？死者的妹妹啊，刚来过。她来，都问些什么呀？就是问了一下事故认定，又想要这个监控视频。所以说这场事故里是有什么疑点吗？从车辆的轮胎痕迹来看呢，就是一个单纯的车辆失控造成的车祸。家属认定尸体后呢，我们就结案了。我方便看一下监控视频吗？我们这地方条件啊，比不上你们省会，何况是7年前的案子了。那个地方比较偏僻，前后都没有监控。最后麻烦您一下，您方便把事故发生的地点告诉我吗？可以啊，我给你查一下吧。好，谢谢。小龙，我先处理好啊，晚上回来看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冯一。4年前您来平陵找过我，说我有一笔匿名捐款，用于我的大学学费。哦，4年之前是吧？毕业了吧？我来是想麻烦您，您能不能帮我查一下那笔匿名捐款的来源？这个应该是找不到了。我们律师事务所小，前2年刚更新完系统，丢了很多数据。不过，就算是查到了，我也不可能告诉你，因为我们当时签了保密协议的。原来查不到是因为数据都丢了。啊？那个信息对我真的很重要，您能帮我想一下吗？我来就是想找到那个人，为了报恩。您不用说的太多，您只要告诉我那个人是多大年龄，是男是女就行。他就是个普通的中年男人。洛阳，你这打什么呢？高科技的方法我也不会，我就用笨办法呗。2维码的破损，我就这样一笔笔试，把它们都填好了，总能试出来吧。这能行吗？那咱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我查过了，
二维码的设计是有容错率的，有的容错率是7%，有的容错率是30%。要是能遇上30%，那我也不用画太多张，反正我打印了100多张，一张一张画，一张一张试，总有试出来的。不得不说呀，这有时候破案真得靠运气，是吧？来吧，我跟你一起画。笔能用涂的。请问是你找我吗？师姐，是你啊！师弟，我今天找你有件事儿。哦，坐下说，坐下说。是这样，你还记得我毕业那天，你说有个人在校门口等我，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？师姐，这都毕业好多年了，我完全没有印象了。你再帮我想想，仔细想想。师姐，那时候你是我们这些技术宅的偶像呀，有外面的男的来找你，当时是挺引起我注意的。可这都毕业好多年了，我实在是想不起来那个人长什么样子了。你看一下，是这个人吗？应该不是吧？我实在记不清了。别的我没印象，但我记得那个人的年纪应该挺大的了吧？脸上看起来挺憔悴的。你确定吗？你再帮我好好想想。应该不是吧？谢谢啊。今天麻烦你了。哎，师姐，你先等会儿，我突然又想起一点来，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。我记得那个男的手背上好像有一个大疤，挺吓人的，忘了左手还是右手了，整个手背上好像都是。师姐，你怎么了，师姐？师姐，你没事吧？师姐，你没事吧？师姐，师姐。
是你吗？